老夫人，太医，这里没有外人，有什么话但说无妨。将军虽已苏醒，但大腿内侧曾中过一箭，伤及筋脉根本，恐怕日后不能什么？不能行房事。孩子，你可愿意嫁给这样的夫君？你放心，你若进门，我绝不负你，你就当是嫁进来给我做个女儿，我疼你一辈子。愿意，她当然愿意。从贱籍丫鬟变成将军府的良级姨娘，这是天大的造化，你有什么不愿意的？原本我也是良级啊。沈公子，沈大哥，求您开开门，求您救救我！嫡母明日就要将我们发卖了。叶姑娘，请回吧，我已与太傅嫡女定亲，男女授受不亲，不便相见。沈大哥，你曾说若得高往日赠饭之恩，沈某铭记。这些银两聊表谢意，叶姑娘保重。反了你了！再不听话，明日就把你卖到最下等的窑子里去！去问问怎么回事。若那姑娘愿意，买下她的身契，带回府里做个丫头吧，总比沦落风尘强。就当从不认识他，就当从不认识他。老夫人，我愿意嫁给萧将军，为他冲喜，并侍奉您终老。虽然萧满不能人道，但你想想，这不也少了生子之痛吗？换个东家罢了，从侍奉小姐变成侍奉老夫人与将军。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我无法长时间站立，以此剑代我，与娘子行礼。请谢谢将军。将军，我本无意娶妻，此番实属无奈。你若愿意，往后可兄妹相称。今夜为安母亲之心，烦请你在那儿将就一宿，明日便为你安排单独客房。好，你要学着点儿，说不定能用上。你是热吗？许是婚袍太过繁复，有些热吧。那你早些洗漱安歇吧，我倦了。女子生成这般，便是浪荡不堪，须得时时谨记，遮得严严实实。将军，
你不是睡了吗？我也可以迟些再睡。他走了。方才他看着我的时候，眼睛里的神色是震惊，甚至有一丝慌乱。难道他是被我的身子吓到了？明日定要将束胸裹得再紧些。啊！原来他是去沐浴了，为何半夜忽然去沐浴，还用冷水？将军，您昨夜要想沐浴，为何不喊老奴去给您烧热水？虽已入夏，但夜里寒气重得很呢。瞧这冷水澡洗的，准是染上风寒了。老奴这就去给您熬碗浓浓的姜茶，驱寒。姨娘，今日梳什么发饰？下主，将军平日喜欢洗凉水澡吗？奴婢不知，奴婢是昨日才被指派来伺候姨娘的。你且退下吧，我自行更衣。是。将军不喜，也属正常。进来。婆母安，将军安。阿勉，我同玉纂有些体计话要说，你先回房歇着吧，仔细身子。好孩子，我们阿勉能娶到你是他的福气，他如今这般情况，不过是熬日子，还不知能撑多久。原来族里有人劝我给他过继个孩子，好歹留个后。可我若那样做，岂不是用名分拴住你，耽误你一生？愿意嫁进来为他冲喜，我不能再昧着良心，让你把后半辈子也搭上。我替你想过了，若是阿勉真有那一日，我会让他给你一封放妻书，还你自由身，我再给你置办些上好的田产房产，足够你后半生衣食无忧，平安顺累。婆母，多谢您为我如此筹谋。傻孩子，怎么把你也招哭了？往后别这么见外，你既嫁了阿勉，便随他，叫我娘便是。娘，好闺女。娘，还有一事想求你。听若昭说，你通晓药膳调理，略知一二。先父曾是医官，那往后阿勉的日常饮食起居，娘想托付给你，这是娘的一点私心。我总盼着他能靠这些精细调养，活得再久一些，再久一些。娘，您放心，交给我吧。好，辛苦你了，玉簪。上一次做药膳还是几年前了。谢公子，这是茯苓山药粥，最是养胃，你趁热吃。谢。那时他还不是小姐的夫君，他父母双亡，独居寒窗，是我翻遍父亲的医书，日日做了药膳送去。这事只有我与他知晓，想来是他告诉小姐的。为了将我彻底撵出灵府，他可真是煞费苦心。将军这是做什么？不是说好我搬去客房的吗？我东西少，搬动起来方便，理应由我来搬。那将军先用饭吧，吃完再收拾也不迟。以后这些事情交给下人做便好。我做也是一样的。不一样。仔细收拾，别落下。萧将军，可能真的不太想看见我。好孩子，今早来请平安脉的李太医都说，阿勉的脉象比月前平稳有力了许多。我瞧着他脸上也终于有点血色了。玉簪，这都是你的功劳。
这个你带着，娘心里高兴。多谢娘赏赐，儿媳愧领了。夫人，您素日都不爱戴这些，收在盒子里多可惜啊！怎么会可惜？这些东西好好收着，日后若需银钱，都是能换成实在银子的傍身之资。这些都是老夫人送夫人的心意啊，夫人都要卖吗？暂时不会，若是日后和离了，自然是要换成银子才好安身立命。将军！将军，你有事？有些旧物落在这房里，我来找找。我帮将军一起找，是什么物件？一本手节。好，将军可记得大致放在何处？不记得了。将军那手节记得是什么？兵书心得吗？在书架前翻阅，杂记而已。是很要紧的东西吗？上层似乎有个深色封皮的本子。好像是的，我拿下来看看。将军，你的手茶，我不送了。完了，这下在他心里的印象怕是更糟糕了。他定以为我是故意投怀送抱，不知检点。自从那天在书房不小心扑进萧冕怀里，我就尽可能避免和萧冕见面。萧冕是病人，要是我总在他面前晃动，惹得萧冕不快，对他养病没好处。谢和轩，你这种人竟然还有脸一而再再而三的递字条。夫人，这次可不止字条，还有人。谢和轩就在侧门呢。他说今天要是见不到夫人，他就死守在那儿不走了。夫人！玉簪，你终于肯见我了。林府姑爷，请自重，你该称我一声萧夫人。好，我知道私下约见不妥，但我实在按耐不住。玉簪，我很快就要高升了，届时便不再需倚仗岳家，你跟着我，总好过跟着萧某那个朝不保夕的病秧子。跟着你，谢公子是要我做你的外室？只要你应允，我立刻为你寻一处清静雅致的宅院，定不会委屈你。我放着名正言顺的将军夫人不做，为何要自甘下贱，去做你那不见天日的外室？全京城谁不知道，萧满一只脚都踏进鬼门关了，他能活多久？况且太医都说了，他根本算不得真正的男人。你这样的身子跟着他，岂不是暴殄天物，委屈了你？谢和轩，我知你心思，你念着我昔日赠饭赠药的恩情，又或是对我这副皮囊还有念想。你觉得在我最需要时拒我于门外，心中有愧，便想用这种方式补偿我，好让你自己心安。可你这补偿是要彻底毁了我的后半生。玉簪，你信我，你给我些时日，我会想办法说服若昭，许你进门做个贵妾，
总好过在这里守活馆。我玉簪此生绝不为人妾室，更遑论外事，请你自重，莫要再来纠缠。我夫君是立下赫赫战功、保家卫国的萧将军，若让他知晓你今日所言所行，你这视若性命的前程，还会在吗？你情愿选一个废人，也不愿选我。我夫君身上的每一道伤疤，都是为国征战、保护你们这些安享太平之人的荣耀。你身为受益者，有何资格在背后妄议是非、出言侮辱？在我心里，他是顶天立地、堂堂正正的男子汉，不像某些人，身体或许健全，可那颗心早就脏得不能看了。将军，您怎么在这里？方才在门外，不是一口一个夫君，叫得很是顺口吗？怎么现在对着真人，反倒如此生分疏离了？将军不要误会，我方才只是情急之下拿身份堵那谢赫轩的口。只要我一日还在将军府，我必定恪守妇道，安分守己，绝不会有任何二心。时辰不早了，我先去为将军准备晚上的药膳。什么叫只要一日还在将军府？你是在心里数着日子，等着离开？没那个意思。将军，你也疼我了。那你方才在门外说的那些话，都是真的？哪一句？夫人，老夫人吩咐今晚在花园凉亭设宴，请您务必出席。这些日子未必萧麦已许久未去正厅一同用膳，此番老夫人特意嘱咐，怕是推脱不得了。知道了，劳烦嬷嬷跑一趟，晚间我定会准时赴宴。玉簪啊，这些菜是阿冕特地让厨房按你口味准备的，他说你爱吃这个。将军，怎知今日是我生辰？我们的婚书上写着你的生辰八字。好了好了，今日是玉簪的好日子，这坛桃花酿是娘的珍藏，今日开了为你庆贺。你们年轻人浅酌几杯，说说话。娘年纪大了，吹不得晚风，就不陪你们啦。最后一块栗子糕呢？我吃了。谁让你吃的？那是我的，你给我吐出来！那你自己来找。你这样是找不到的。没有你才算晕醉。要怎么找？你试试。才好相配，你蓝绿我才会并肩行过山与水，你憔悴，我替你饮泪。将军，夜里风凉，老夫人让奴婢送披风来。将军，夫人，披风在此。多谢。天啊，我都做了些什么？对了，昨日似乎答应过萧老仆太，今早要陪他去城外的慈云寺上香。夫人别急，方才奴婢见车夫还在套马，来得及的。夏主，昨夜是你扶我回来的。
不是奴婢，是将军亲自抱夫人回来的。千真万确，将军一路抱着您从花园走回来，步子可稳了。那我没说什么胡话吧？有啊，将军把您放在床上，正要走，您啊一把就抓住了将军的衣袖，怎么都不肯松手，嘴里还一直唤着夫君。奴婢瞧见，将军的脸都红透了。下主，不许胡说！娘，我来迟了。不迟，快上车吧。玉簪，你老实告诉娘，你心里是不是另有中意的男子？这几日我看你总是避着阿冕。昨日我特意安排你们单独用饭，本是想让你们即便做不成真夫妻，也能像朋友兄妹般和睦相处，彼此有个照应。若是你觉得这般处境实在委屈，或是想寻自己的去处，你尽管开口，娘会让阿冕给你放妻书，绝不耽误你。娘，不是的，我没有别人，我刚刚只是在想别的事。何事让你如此烦忧？可否说与娘听听？娘，抱紧我，我们跳车！跳车不行，会摔死的。不跳车，我们马上就会坠崖，必死无疑，相信我。娘，您别往下看，抓紧我！夏竹他们的车就在后面，很快会带人来的，我们坚持住。玉簪，你放手吧，我们两个太重了，树枝要断了。娘一把年纪活够了，你不一样，你要好好活下去。娘，在我心里，您早就是我的亲娘了，我宁愿跟您一起掉下去，也绝不会松手。您抓紧，他们一定会。沈玉轩，不要动，我下来救你。他第一次叫我的全名。将军，为何这么多血？是他跳车的时候，他用身子护着我，我一点事没有，他全是伤。沈玉簪，别睡，看着我，不许睡。我给你买栗子糕，买全京城最好的，我库房里的金银珠宝都给你，你想要多少傍身钱都行。你不用等我，不用等什么大限，我回去就写和离书，你想什么走就什么时候走，听到没有，沈玉簪？他哭了。夫人，太医说了，您万幸没伤到筋骨，但这身擦伤要仔细养，不然留疤就可惜了。手也得慢慢养，不能用力。夏竹，将军呢？将军在查马匹受惊的事，是人为。马粮里发现了50散的残渣，50散的残渣，难道？将军，这是？打开。将军，你要赶我走？
我知你盼这些，已盼了许久。你处处躲我、避我，不就是不想与我有半分的牵扯，以便将来我死之日，你能干干净净、毫无挂饰的离开吗？我不过是提前成全你罢了。沈玉钻，拿上东西，走吧。从今往后，你与将军府再无瓜葛。原来，在将军心里，我竟是这般不堪的人。马上走，我不想再看见你。小姐，将军吩咐你用惯我了，让我跟着你。夏竹，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小姐，不好了，外面贴了皇榜。查。镇远将军萧满于去岁北境之战中通藩卖国，私卸军营布防图于敌，致我军惨败，将士枉死，罪证确凿，判斩立决，即刻羁押天牢，后实处决。将军府一样人等查封府邸，听候发落。通敌卖国，萧冕绝不可能。他那样的人，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会背叛家国。他不是厌我，不是误会我，他是在灾祸降临前用最伤人的方式，把我从将军府这艘必沉的船上推出去了，为了让我干干净净的活下去。小姐怎么办？老爷和夫人都被关在府里等候发落，将军他可是死罪啊！有没有什么办法能救救他们？有，我记得一个人。沈太医妙手仁心，小女也这般灵秀沉稳。父亲曾救过一位刑部的李大人，他欠父亲一个人情。夏竹，立刻去打听李大人府邸和每日上朝路径。何人拦轿？民女沈玉钻求见刑部李大人，家父沈氏曾有幸为大人诊治救急。你是沈太医的女儿，都长这般大了。李大人，民女今日斗胆拦轿，实有万不得已之求，求大人看在昔日家父微末相助的份上，帮民女一次。何事如此急切？民女夫君蒙冤入狱，如今关押在刑部天牢，求大人通融，让民女见他一面。你夫君是？镇远将军萧冕。萧将军乃是通敌重犯，圣上亲批的要犯。大人，民女深知此求强人所难，但夫君定然是被人陷害，民女只求见他一面，问清缘由，绝不敢连累大人，求大人成全。罢了，你随我来，但记住，最多半个时辰，切勿声张。主犯，只准半炷香时间，莫要大声。你怎么来这里了？谁带你来的？快走！将军赶我出府，把我推得干干净净，就是为了今天，对吗？你是被冤枉的，对不对？你告诉我，是谁害你？有什么证据能证明你的清白？我去查，我去找，拼了这条命，我也一定要救你出去。玉簪，将军，时间不多，你快告诉我。玉簪，听我说出去之后，什么都不要做，什么都不要查，隔墙有耳，我无法多说。但我向你保证，7天，给我7天时间，7天后我便会平安出来，然后我同你一起看日出。哟，这不是我们刚被休弃的萧夫人吗？怎么来探监？可惜啊，你那将军夫君
这次是插翅难飞了。玉簪，现在后悔还来得及，跟着我做个外室，锦衣玉食，总好过你如今孤苦无居，还要背负罪臣家眷的污名，遭人唾弃吧。混蛋！你敢打我？谢赫轩，你若再敢纠缠，我便将你这数月来写给我的所有字条原封不动送到太傅和太傅夫人面前，看看他们会不会放过你这个勾引戚家旧婢、品行不端的好女婿。从前你没少在林若昭面前煽风点火诋毁于我吧？你想让他厌弃我，赶我出府，以为我走投无路便会乖乖投入你怀抱做你的静听。可惜啊，他把我嫁给了萧将军，一个你永远只能仰望根本惹不起的男人。你的算盘从一开始就落空了。他说7天，明天就是第7天了，他真的能平安出来吗？装病是为了麻痹敌人，可为什么要连不能人道也……小姐，快去看皇榜，新的皇榜！通敌卖国、构陷中云的真凶，乃是二皇子及其党羽。如今阴谋败露，主犯已悉数落网，萧冕将军沉冤得雪，官复原职，将军府查封解除。太好了，小姐，将军是清白的，将军府没事了。7日之约，日出之时，3声连扣，节奏沉稳。将军，跑什么？你没看见吗？你不是不喜欢？谁说的？玉簪，你的所有我都很喜欢。将军，不是说一起看日出吗？先看你。玉簪，我以前做过一个梦。什么梦？我梦见也是这样一个清晨，你在我怀里醒来，就像现在这样。我梦见昨晚我们做的事。我也梦到过。将军，你之前都是装的，那不能人道也是。兵不厌诈，若不如此，如何让那些暗处的眼睛放松警惕？只是苦了你，也误会了你许久。那，你从何时起不再厌我，不想赶我走了？或许从你对着我的佩剑认认真真拜下去那刻起，或许从你明明怕得要死，却为了维护我，在谢和轩面前说我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那刻起，又或许从你死死抓住崖边树枝，宁愿自己掉下去也绝不松开我母亲那刻起。那你还写放弃书，那般凶的赶我走。玉簪，那时我已察觉风雨欲来，自身难保，那是我能想到的护你周全的唯一法子，让你干干净净的走，总好过被我牵连，一同坠入泥潭。只是看到你真抱着匣子离开那刻，这里疼得厉害。那以后不许再这样自作主张推开我，我们是夫妻，福祸都要一起的。好。明明知道将军，你看什么？看我的夫人。你何时醒的？比你早一刻。鄂伯，我让夏竹传早上来房里。
还是起身吧。娘还不知道你在这儿呢，我们一夜未归府，她该担心了。母亲那边，我今早让亲卫去递过话。递话？说什么？说他的儿子和儿媳正在努力，争取早日让他抱上孙子。萧默，你怎么能这么说？玉簪，随我回府吧。从今日起，你是名正言顺的将军夫人，是我萧灭此生唯一的妻。我们回家。回家。母亲，儿子带您的儿媳回家了。娘，玉簪回来了。好，回来就好。我就知道玉簪是个有福的孩子。冲喜，真把我儿的喜气彻底冲回来了。瞧这脸色，比受伤前还好。是夫人的药膳调理与精心照顾之功。下主吩咐下去，今晚设家宴，和府同庆。还有，传我的话，从今日起，府中上下皆称夫人，不得再唤姨娘。库房里那套东珠头花，还有我嫁妆里那对杨里玉镯，都取来给夫人。娘，太贵重了。还习惯吗？府里下人若有怠慢，或你觉得何处不合心意，尽管告诉我。大家都很恭敬，娘待我更是如珠如宝。只是将军如今沉冤得雪，官复原任，是否很快便要忙碌起来？边关会有战事。圣上准我休沐1月，这1个月我哪儿都不去，只陪你。过去亏欠你的，我要一样一样补回来。将军不必觉得亏欠，如今这般，我已绝世上天后代。只是林府那边还有谢赫轩。跳梁小丑不必挂心，林若昭设计嫁你，谢赫轩屡次纠缠构陷，这些账我会一一清算。至于林府，你父亲沈太医当年的冤案，我已命人暗中重启调查，待证据确凿，定为你使沈家讨回公道，让你恢复原本的官家小姐身份。你一直在查。我的夫人理应堂堂正正，风风光光。沈玉簪这个名字不该被埋没。不必紧张，若觉无趣，我们去水边走走。妾身无碍。萧将军，许久不见，听闻将军前些日子身体抱恙，如今看来竟是完全康健了，真是可喜可贺。崔小姐，这位便是将军夫人吧？果真是清丽脱俗。听闻夫人出身林府，是那位林小姐的贴身侍女，真是主仆情深，连夫君都能悉心相托呢。崔小姐消息灵通，妾身确曾侍奉林家小姐，得蒙老夫人与将军不弃，许以正室之位。可见英雄不问出身，情深不拘世俗。崔小姐以为然否？夫人好口才，只是这高门大院的日子与从前为奴为婢时之究不同，规矩礼仪、人情往来，处处皆是学问。夫人若有什么不解之处，随时可来问我。多谢崔小姐好意。不过我家将军常说，萧府自有萧府的规矩，便是以诚待人，以心持家。妾身愚钝，但谨记此训，倒也不觉艰难。将军与夫人亲迭情深，真是令人羡慕。只是不知将军可还记得3年前西山围场，盈盈的马惊了，还是将军出手相救？职责所在，崔小姐不必挂怀。玉簪，那边海棠开得正好，我们去看看。一个卑贱丫鬟也配站在他身边？萧默，你迟早会知道，谁才是真正能与你匹配的良配。今日宴上，崔家女的言行，你也看到了。是，属下已查明，
近日关于将军身体康健与夫人琴瑟和鸣的传言源头虽多，但传播最广、添油加醋最甚的，确实有几处与崔尚书府有间接关联。另外，属下还查到，崔小姐近月来多次向老夫人递帖子请安，虽被老夫人以敬仰为由婉拒，但她似乎并未放弃。崔尚书是二皇子旧部，虽未直接参与构陷，但也曾暗中施压。如今二皇子倒台，他急于寻找新靠山，把主意打到我头上，还想用他女儿来攀附。将军，是否要警告崔家？不必打草惊蛇，他若只是散播谣言，无关痛痒；但若敢将手伸到玉簪面前，你知道该怎么做。加派人手，暗中保护夫人。他任何出处，事无巨细，都要报我。遵命。玉簪，那些暗处的蝇营狗走，我来处理。你只需在我身边，安然无忧。萧夫人，真巧，也来选料子。崔小姐，这料子色泽虽好，但质地稍硬，衬不出夫人温婉气质。这匹天水璧才配夫人，是我特意让掌柜留的，原想自己用，今日与夫人有缘，便让与夫人吧。多谢崔小姐美意，这料子太过贵重，且我已选好，夫人何必客气，就当是为我那日宴上言语不当赔罪了。不瞒夫人，我心中一直仰慕萧将军风姿，得知他康健并觅得良缘，是真心为他高兴，指望夫人莫要因旁人闲话与我生分了才好。崔小姐言重了，心意领了，料子实在不能收。这是英国公府老夫人定制的翡翠冰重符镯，今日刚送来查验，价值1000金啊！对不住，萧夫人，是我没站稳，连累了你。掌柜的，这镯子多少钱？我赔，不关萧夫人的事儿。虽说是崔小姐撞的，可东西毕竟是萧夫人失手打碎的，英国公府老夫人的心爱之物，这可麻烦了。萧夫人刚入京就惹上这事儿，果然是丫鬟出身，上不得台面。这是一个精心设计的局，目的不是镯子，而是让我当众出丑，落下不堪的名声。下注。掌柜的，请问这镯子英国公府是何时定制？可留有图纸或样告？付定金还是付全款？是半月前定的，有图纸，付了5成定金。崔小姐，你说要赔，自然祸因我起，岂能让夫人破费？崔小姐高意，不过且慢。诸位请看，这断口处光泽与质地与镯身似乎略有差异。妾身未出阁时略通便谕，这镯子怕是本身便有暗裂，工匠以高超手法填补伪装，方才一摔，恰好从这旧裂处断开。掌柜的，你可将图纸与定金凭证取来，再请一位信得过的老师傅一同验看。若真是旧裂，按行规，此损不央由顾客承担，而该追究工匠或供货员之责。若我眼拙，这镯子确实完好被我失手打碎，该赔多少，将军府自会承担，不劳崔小姐破费。不必验了。这镯子无论好坏，无论缘由，损失算在我萧冕账上。去英国公府按原价双倍赔偿，就说是我夫人不慎所致。改日我再亲自登门向老夫人致歉。下账了没有？没有。我们回家。崔小姐，下不为例。沈玉珊，我们走着瞧。寺中素斋已备好，请各位夫人前去用斋。
夫人，风凉，用些点心暖暖身子吧。去看看是什么情况。夫人，此处僻静，恐有诈，让护卫先过去探查稳妥。夫人，是一位落单的丫鬟，被人抢了随身的包袱，崴了脚，坐在路边石头上，看着实在可怜。夫人行行好，奴婢是山下庄子里的，来给寺里送月例供奉，半路遇上歹人抢了银子，还把我推伤了，能不能扶我去前面的八角亭歇歇？就10几步路，我实在站不住了。你扶他过去歇息吧。这位君爷身形威严，奴婢害怕。夫人您面善心善，就扶奴婢到亭子里就好，绝不麻烦您太久。夏竹，过来搭把手，扶他过去就走。沈氏，你身为郑国将军夫人，私通北狄，传递军机密信，通敌叛国，人赃并获，你还有什么话好说？大胆狂徒，光天化日之下设局栽赃，伪造证据，你们就不怕王法吗？罪妇还敢狡辩？密信令牌在此，你勾结外敌，出卖大晋军情，罪证确凿，今日就要替天行道，拿下你这个祸国妖妇！伤到没有？有没有哪里疼？别怕，我来了，没事了。将军，崔莹莹，萧将军，好巧，我也来这里赏风。这些人，这些栽赃的证物都是你安排的？我没有，是府里的下人自作主张，我根本不知情，不关我的事。刚才下令动手设下这个死局，用的是这只手。你敢动我，我爹是当场兵部尚书，你动我一下，我爹绝不会放过你。啊，我的手，我的手！这只是一点薄利。崔小姐，你记清楚，今日你设局栽赃我的夫人，是要毁了她，毁了整个将军府。这只手是罚你动了不该动的心思，伤了不该伤的人。回去告诉你父亲崔尚书，往后若再敢动我萧冕的夫人一分一毫，下次断的就不只是一只手。不怕了，我们回家。好个崔家，好个蛇蝎心肠的崔莹莹！光天化日，佛门清净地，竟敢谋害我萧家正室夫人，此事绝不能善罢甘休。儿子自有分寸，兵部尚书教女不严，纵女行凶，证据确凿，明日朝堂自会有人参他一本。害怕吗？有你在，不怕了。只是断了他手，崔尚书那边会不会对你不利？他不敢，二皇子余党未清，他自身难保。况且动你便是触我逆鳞，断手已是轻饶。玉簪受苦了，好在阿冕及时赶到。对了，阿冕，你今日怎会恰好在大昭寺后山？我并非恰好，自从绸缎庄之事后，玉簪每次出门，只要我不在军中，都会暗中跟着。你一直跟着我。我知道崔莹莹不会罢休，定有后招。本想揪住把柄一网打尽，没想到她竟如此恶毒，直接要你性命。以后我不会再让你离开我的视线半步。将军，您是怎么做到快速制服歹人的？夫人，看来有人忘了，我是重伤出狱的镇远将军。作为将军，这点本事还是有的。好了好了，你们小夫妻说说话，玉簪好好休息，压压惊，娘去让人炖补品。都过去了，我在。你打断崔莹莹手的时候，样子好凶。吓着你了？没有，只是觉得你为了我这样不计后果。玉簪，这世间除你与母亲，无人值得我计较后果。我曾错过一次，险些失去你，悬崖那次，够我后悔一生。今日若我再迟半步，夫君，谢谢你，还有，我爱你。
殿下，您要为莹莹做主啊！我不过是与那沈氏有些口角，他竟唆使萧将军下如此毒手，我这手，太医说就算好了，阴雨天也会疼，再不能抚琴绣花了。萧冕，那个刚打了胜仗回来，据说病也好了的镇远将军，正是他。他为了一个出身低微的婢女，竟丝毫不顾我爹爹颜面，不顾与殿下您的手帕之交，如此跋扈，分明是没把皇室威严放在眼里。倒是有几分血性，不过打狗也得看主人。莹莹是我的人，她这般行事确实过了。殿下，那沈玉簪惯会装柔弱使手段，将萧将军迷得神魂颠倒，将军定是一时被他蒙蔽。殿下若能出面训诫那沈氏，让将军看清他的真面目。训诫一个婢女出身的小夫人，何须本宫亲自出手？本宫倒是对这位萧将军颇有几分兴趣。备车，去镇远将军府。殿下英明。见过长公主。这位便是萧夫人，抬起头来，让本宫瞧瞧。倒是生得一副好模样，难怪能引得萧将军冲冠一怒，为红颜断人手骨。殿下明鉴，当日之事乃崔小姐设计谋害臣妻在先，证据人证俱在，臣出手制止，略施薄惩，是为保护家人，亦是依律而行。若殿下要查人犯物证，臣可即刻移送京兆尹或刑部。哦，依萧将军所言，倒是莹莹的不是了。是非曲直自有公断，殿下若为崔小姐之事而来，臣可配合调查。若殿下无他事，臣与内子尚有家事待理。萧将军果然如传闻中一般刚直不阿，本宫今日前来，倒不全为莹莹。听闻将军昔日重伤，如今看来却是龙精虎猛，不知可愿常来我公主府走动？本宫对边关战事、兵法少略也颇有兴趣呢。殿下厚爱，臣愧不敢当。臣是武将，只知戍边卫将，不善言辞交际。府中杂物已毕，臣恭送殿下。好，本宫今日便先回去了。萧将军，我们来日方长。将军，长公主她似乎不只是为了崔莺莺而来。她眼神不对。昭华长公主骄纵跋扈，面书之事在京中并非秘闻，她怕是觉得新鲜，想招惹于我。那如何是好？她毕竟是长公主，若她执意……公主又如何？我萧冕此生只认你一人为妻，她若知难而退便罢，若敢用什么手段，我不介意让她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冲冠一怒。可她权势滔天，我怕她会对你不利，会用阴损法子害你。放心，陛下并非昏庸，还需以重边将，且长公主私德有备，陛下早有威严，她不敢明着乱来。至于暗箭，你卢军征战沙场多年，最不怕的就是暗箭。萧将军，本宫敬你一杯，恭贺将军沉冤得雪，再掌兵权。谢殿下，此乃陛下圣明。臣敬殿下。萧夫人也来了，怎么不说话？可是这宫宴规矩大，让你不自在了。也是，毕竟出身所限。萧将军，改日本宫在府中设小宴，只请几位知交，你也带夫人来，本宫让人好生教教她规矩，免得日后随你出席大场合失了体面。殿下费心。不过臣妻的规矩是臣的母亲亲自教导的，足以匹配臣之正室之位，亦得陛下与皇后娘娘嘉语。宫中规矩自有皇后娘娘教导命妇，不劳殿下费神。玉簪，陪我去给几位老大人敬酒。萧冕，本宫看上的东西从来没有得不到的，咱们慢慢来。昭华，你也不小了，前些日子母后还同朕念叨，该为你择一良婿，开府建衙了。你可有心意之或是喜欢什么样的男子？儿臣要嫁的男人必须文武双全，文须有安邦定国之才，武至少要打得过儿臣。你这丫头，谁不知你自幼得高人指点，一身武艺在京中贵女里罕有提手，便是寻常侍卫也未必是你对手。这条件岂不是故意为难朕？皇兄说呢？这满朝文武青年才俊，难道真就一个符合条件的都没有？若是论武功才干，倒还真有一人。谁？镇远将军萧冕，他早年于军中比武，便是朕钦点的魁首。如今伤愈，想必身手更胜往昔。只是此人不行，他已有正谢夫人，且那夫人出身地就是低了，如何配得上朕的妹妹？哼，有夫人又如何？让她休了便是。一个婢女出身的女子，难道还能与我天家公主相争？皇兄，您不是常说非常之人当用非常之策吗？你对萧冕有意？儿臣只是觉得他勉强够格，至于要不要他，还得看他表现。也罢，既然你提了，朕便给你一个机会。明日朕召萧冕携夫人入宫，
朕倒要看看这位萧将军究竟值不值得朕的妹妹下嫁。谢陛下。将军，属下打听到，今日午后，长公主在御书房与陛下密谈许久，之后不久，这一口谕就来了。看来有人不死心，把手伸到陛下那里去。将军，明日宫中之行恐是鸿门宴，是否要早做安排？陛下圣旨，不可违逆。但想动我的人，除非从我尸体上踏过去，去准备一下。将军，今日入宫可是有什么为难之事？你从昨晚起就心事重重。无事，陛下例行垂询罢了。只是宫中规矩繁琐，你跟着我，少说话，一切有我。你骗我！若只是例行垂询，为何特意要我同去？将军，我们夫妻一体，有什么事儿你不能一个人扛。玉簪，我可能又给你惹麻烦了。长公主那边怕是不会善罢甘休，今日入宫，恐怕与她和陛下有关。是因为我吗？因为我让你得罪了长公主，现在连陛下……不关你的事，是她心生妄念，是陛下，或许另有考量。无论如何，你记住，我萧冕此生唯你一人，什么公主，什么圣旨，都改变不了。我相信你，所以让我和你一起去，无论面对什么，我们一起。好，我们一起。夫人，万事小心。将军，若陛下真的下旨要你娶公主呢？抗旨？那是死罪，甚至会连累整个将军府，连累娘。那便是我萧灭无能，护不住家国，也护不住妻儿，但让我休妻另娶，绝无可能。玉簪，我带你进宫，是要让所有人知道，你是我萧灭明媒正娶、生死与共的妻子。任何想要拆散我们的人，都要先问过我手中的剑答不答应。好，那我便陪你一起去面对这95至尊金边殿。大不了，黄泉路上我们也不分开。萧爱卿，你年少有为，国之栋梁，朕有意为你再加一份恩典，赐一门天家姻缘，以示荣宠。陛下厚爱臣惶恐，臣内子贤良，夫妻和睦，实不敢再受此等恩典，恐辜负公主殿下。萧冕，朕指的便是让你上昭华长公主为正妻，这是旁人求之不得的荣耀。至于你现在的夫人，朕可赐她丰厚钱财，许她另嫁，保她后半生无忧。你修书一封，此事便定了。陛下，臣斗胆，臣与发妻沈玉簪患难与共，情深义重。臣曾对她立誓，此生唯她一人，绝不负她。此心此志，天地可见。上母之荣，臣无福消受，亦绝不会休弃发妻，请陛下收回成命。萧冕，你敢抗旨？陛下，臣忠于陛下，忠于朝廷，万死不辞。但若陛下要臣背弃誓言，抛弃糟糠之妻，臣宁抗旨。好一个宁抗旨！小曼，你以为朕不敢治你的罪吗？陛下息怒，将军他绝无忤逆之意，一切皆因民女而起，是民兵配不上将军，请陛下责罚民女，莫要怪罪将军。陛下，臣心意已决，此生非玉簪不可。若陛下执意相逼，臣唯有辞官，携妻远离京城。滚开！反了！为了一个女人，竟敢如此藐视君威！他眼里还有没有朕这个皇帝？他手握重兵，今日敢为女人抗旨，来日就敢为别的造反，此子留不得了！陛下息怒，息怒！你都看见了，他眼里哪有皇家威严？为了个卑贱女子，连朕的旨意都敢违逆，此等狂徒岂能留为驸马？朕看他是活腻了。陛下，儿臣倒觉得他这样
才有趣。有趣？他这是大不敬！正是这份大不敬，才说明他是个硬骨头，不是那些趋炎附势的软脚丫。陛下，你想想，若他真是个为了富贵荣华就能轻易抛弃发妻的小人，儿臣还瞧不上呢。如今他越是为那沈氏坚持，儿臣就越想看他折断傲骨，匍匐在我脚下的样子。你是说，陛下直接下旨杀他或夺他兵权，容易激起边军动荡，也显得皇家气量狭窄。况且他刚立大功，清洗二皇子余党也有功，无故处置，难以服众。那依你之见，他不是在乎那沈玉簪吗？那我们就从沈玉簪下手。只要沈玉簪心甘情愿地离开他，或者意外身亡，萧绵没了寄托，心灰意冷之时，陛下再施以恩威，儿臣稍加抚慰，还怕他不就范吗？话虽如此，但萧冕定然将他护得严密，明枪易躲，暗箭难防。萧冕再厉害，也不可能12个时辰寸步不离地守着。况且儿臣记得那沈玉专似乎还有个故人，如今也在朝为官，对萧冕和沈玉专可是恨得牙痒痒呢。你是说那个谢赫轩？正是，此人攀附太傅，又有些小聪明，最重要的是他对沈玉瞻求而不得，对萧某嫉恨入骨，用他来对付沈玉瞻再合适不过。陛下只需默许，接下来的事交给儿臣便是。好，朕便依你，但记住，手脚干净些，莫要留下把柄。萧冕，朕还是要用的。儿臣遵旨。陛下放心，这场游戏儿臣一定会赢。谢编修，本宫听闻你与萧将军夫人颇有旧怨。殿下明鉴，那沈氏原是我戚家婢女，不知廉耻，攀上高之后便翻脸不认人，屡次折辱下官。下官实在咽不下这口气。本宫与那沈玉簪也有些过节，本宫看不惯的人，向来不喜欢他过得太舒坦。殿下若有差遣，下官万死不辞，定让那沈氏付出代价。本宫要你想办法请沈玉专离开萧冕，或者让他彻底消失。事成之后，本宫保你官升3级，入吏部任职，如何？下官愿为殿下效犬马之劳，定不负殿下所托。只是那萧冕将沈氏护得紧。这是本宫的令牌，必要时可调动一些不起眼的人手。记住，要做得巧妙，最好能离间他们夫妻，让萧贬以为是沈玉端自己不贞或畏罪而走。若实在不行，你知道该怎么做。殿下放心，下官定会办好此事，让那沈玉尊再也碍不了殿下的眼。人都找好了，底子干净吗？爷放心，是从南边流窜过来的几个亡命梅，在京城无根无底，给足银子，什么事儿都敢干。已经按您的吩咐，在城西最乱的瓦子巷落脚了。这里是将军府后巷，平日巡逻较少。这里是沈玉钻偶尔会去的祭祀堂。记住，首要目标是请人，尽量别在将军府附近动手。若实在没机会，就在祭祀堂回府的路上制造混乱，误伤或惊马都可，趁乱把人带走。一旦得手，立即送出城，藏到我们之前看好的那个庄子上。是，只是萧某定然派了人保护，怕是难以下手。再严密的保护也有疏漏。他不是心善，常去祭祀堂施药吗？那就从那里入手，找个机灵的生面孔，扮作重病穷苦之人，或可能孤儿，在祭祀堂附近求助，引他到僻虚处。女人嘛，最容易心软。明白了，奴才这就去安排。将军还在想那日陈峰禀报的事？谢赫轩近日与长公主府的人有隐秘接触，他手下的人也在瓦子巷接触过一些不明来历的江湖人，我担心他们要对你不利。他们不敢在府中动手。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尤其是利用你的善心。玉簪，从明日起，祭祀堂暂时别去了。若要施药行善，让管家派人送去。可那里有些孤寡老人和孩童，是我一直看顾的，突然不去……听话，他们的目标是你，你若出事，我……好，我听你的。但是将军，我们不能一直被动防备。谢赫轩不足为惧，关键是长公主，她此番算计落空，又被你当众拒绝，以她的性子，绝不会善罢甘休。我知道，他在等一个机会，一个能彻底拿捏我或者毁掉你的机会。我已经加派了人手，也安排了几个眼线在长公主府和谢和渊那边，只要他们敢动，我就能抓住把柄。将军，你的安危，萧家上下还有边关的将士都比我要紧。别说傻话，你是我萧某的妻子，护你周全，与我守卫家国一样，都是我的责任和本能。没有什么万不得已，因为我会让那种情况永远不会发生。
救命！行行好，给口吃的，我孙子快病死了。夫人看着怪可怜的，但将军吩咐过。夏竹，拿些碎银子和干粮给他，再告诉他，祭祠堂就在前面，可以去那里求助。谢谢谢谢。退后，动手！玉簪，将军，我没事。拖下去，仔细审。我要知道是谁指使的，还有没有同党。若有半句虚言，是。送他们回府请大夫，这里交给陈峰处理。属下遵命，将军放心。是谢和轩，还是？不管是谁，这笔账我都会10倍讨回来。将军问话，老实交代，谁指使你们？目标是谁？计划如何？若有半句虚言，军中最不缺让人开口的法子。好汉，我们就是些流民，想绑个富家夫人弄点钱花，没人指使。流民，懂得用南疆特产的软骨散，懂得在祭祀堂外精准踩点设伏，懂得分工协作，目标明确，直指马车。最后一次记录，名字、来历、雇主，或者从这里开始，一块一块卸了你。我说，是谢大人，谢和轩谢别州，他给了我们500两银子，还有一块令牌，说事成之后另有重赏，目标就是将军夫人，要我们尽量抓活的，送到城西30里外的废弃田庄。若实在不行，就地处决，伪装成意外或劫杀。令牌呢？在我怀里贴身藏着。谢和轩，长公主，好，很好，给他画押，其余几人分开审，口供对质。是，将军。接下来，点齐亲卫，备马去谢府。谁大胆？谢边兄，解释一下。萧将军，这是何意？深夜擅闯朝廷命官府邸，动用私刑，你眼里还有王法吗？这令牌，我不知是何物。王法？你勾结刘匪使用禁药，光天化日之下意图绑架谋杀朝廷一品高人夫人时，可想过王法？那几个废物已经招了，需要本将军把他们带到陛下面前和你当面对质吗？还是你想试试本将军有没有胆子，在这里就让你意外身亡？饶命！将军饶命！是长公主，是长公主逼迫我的，她给我令牌，许我高官厚禄，让我对付尊夫人，我也是被逼无奈啊！将军，口供画押，连同令牌、人犯口供一并整理好，明日一早，本将军要亲自呈送御前。遵命。看住他，若他敢自身或逃走，格杀勿论。将军，昨夜你去了谢府，没闹出太大动静吧？放心，我有分寸，人证物证俱在。谢和州已亲口招供背后是长公主，今日早朝我便将这一切原本奏报陛下。你要当朝弹劾长公主？陛下他本就对你不满，如此会不会激怒他？万一他偏袒长公主？不会，证据确凿，涉及谋害诰命夫人，众目睽睽，陛下可以偏袒，但堵不住天下悠悠之口。况且我也不是毫无准备，边关几位将领以及几位素来耿直的御史，今日都会上折子过问此事。陛下需要权衡的不仅仅是一个骄纵公主的脸面，更是朝廷法度、边军稳定和他自己的名声。都是我连累了你。又说傻话，是他们贪婪恶毒，欺人太甚。玉簪，记住，你从不是我的负累，而是我窝剑的理由，归家的方向。今日之后，我要让这京城上下都明白，
动你便是与我消眠，不死不休。殿下，不好了！谢和轩昨被萧冕抓了，据说动了刑，已经招供。萧冕带着人证物证，正在金轮殿上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弹劾谢和轩勾结刘匪谋害命妇，并攀扯殿下您。什么？废物！这么快就招了？萧冕竟敢如此当朝发难，陛下怎么说？陛下尚未表态，但殿上几位将军和御史言辞激烈，要求严查。殿下，我们是否要立刻进宫向陛下解释？解释？本宫需要向谁解释？萧冕这是要逼宫啊！好，很好。既然他要把事情闹大，你立刻去办2件事：第一，让我们安插在谢和渊身边的人消失干净；第二，去查沈玉钻那个死了的太医父亲。本宫不信，一点把柄都能抓不到。是，公主。萧冕，你以为这样就能扳倒我？做梦！本宫得不到的，宁可毁了，也绝不会让给那个贱人。咱们走着瞧。将军，如何？陛下震怒，当庭斥责了谢和轩，并收押彻查，但对长公主只以御下不严，管教无方轻轻接过，罚俸半年，禁足府中3月。果然，陛下还是要维护皇家颜面。但此事已在朝野传开，长公主名声受损，短期内她不敢再明目张胆动手。只是以她的性子，禁足期间恐怕更会绞尽脑汁想出更阴毒的报复。我担心她会对你的出身旧案下手。将军，此事因我而起，不能总让你挡在前面。我想亲自去见他。不行，太危险。他如今恨你入骨，你单独去无异于羊入虎口。正因他恨我，有些话才需要我亲自去说，有些结才需要我亲自去解。将军，相信我一次，我不是去哀求，而是去了断。若我此行能让他彻底死心，或至少有所顾忌，对你，对萧家才是长久之安。让陈峰带人在府外接应，若有变动，立刻强攻。你务必平安回来。好。沈玉簪，本宫倒是小瞧了你的胆子。萧默前脚刚在朝上撕破脸，你后脚就敢独自送上门来，不怕本宫一怒之下让你意外死在这里？殿下若要杀我，早就动手了。我今日来，不是来祈求殿下高抬贵手，也不是来炫耀将军的维护。哦，那你是来做什么？欣赏本宫被禁足的狼狈？我是来和殿下一较高下。一较高下？沈玉簪，你拿什么跟本宫比？比出身，比权势，还是比在萧冕心中的分量？殿下误会了，我要比的不是这些外物。我们比3场，3局2胜。若我输了，我自愿离开将军，此生不复相见。若殿下输了，也请殿下放下执念，不再纠缠将军，如何？有意思。你想比什么？第1局比射箭，久闻殿下骑射精湛，想必箭术也非凡。好，本宫就让你输得心服口服。来人，去后园教场。如何？还要继续比吗？第1局殿下胜，我们比第2局。罢了，本宫也不欺你。第2局比什么？琴棋书画任你挑选。第2局我们比喝酒。喝酒？沈玉簪，你可知本宫的酒量？寻常饮酒自然无趣，这是肝肠断剧毒，服下后不到3息便会肝肠寸断，毒发身亡。我们打乱顺序，轮流选一杯喝下，谁活到最后谁赢。你疯了！殿下若怕，现在认输还来得及。怕？本宫陪你赌！本宫倒要看看你是不是真有这个胆子。殿下，请。你连喝2杯，你就不怕？我来此就
就没想活着出去。要么我死，让将军彻底摆脱我这个累赘；要么我替他解决掉你这个麻烦。罢了，你赢了，本宫输得心服口服。你走吧，从今往后，本宫与萧冕再无瓜葛。他有没有为难你？伤到哪里没有？我没事，将军，我们进去说。我与长公主进行了2场比试，第2场是6杯毒酒的生死赌局，最后长公主认输，并承诺不再烦扰将军。你疯了，沈玉珍，你竟敢拿自己的命去赌！万一那杯毒酒被你喝下，你让我……我不会输，将军，我观察他们的眼神和小动作，我知道哪几杯大概率无毒。最重要的是，为了你，为了这个家，我没有退路，也不会给自己留退路。你这个傻女人，以后不许再做这种事，任何事都不值得你用命去搏，听到没有？以后不会了，因为我知道，我的命不只是我的，也是你的，我们都要好好活着。玉簪，皇帝欲派我重返北境，这是陛下的信任，也是将军的抱负所在。何时动身？预计年后辞去北境，路途遥远，边关前寒，且归期不定。玉簪，将军不必挂怀我，国事为重，你在哪里，哪里就是我的家。若是边关条件允许，我愿随你同去。北境不安稳，战事一起，危险重重。你留在荆州照顾母亲，我也能安心。我知将军是为我好，但请答应我，在那边一定要保重自己，按时用膳，天冷加衣。我会在京中为你祈福，打理好将军府，等你凯旋。好，我答应你。每年秋冬若无战事，我会争取回京述职。平日里书信往来绝不会断。尝尝新做的，以后想吃怕是难了。夫人，边关那么冷，这些东西真够吗？要不要再多备些？夫人，这是按照您的吩咐，你的随行亲卫名单和物资清单，请您过目。药材这部分再加3成，尤其是金疮药和防冻膏。亲卫的冬衣全部加厚，用新棉。对了，我记得庄子上今年收成不错，多余的粮食除了留足府中用度和存粮，其余悄悄换成便于携带的银票和部分硬通货，一并让将军带上。边军有时粮饷未必那么及时。这一去，又不知何时能团圆。北境苦寒，刀剑无眼，阿冕定要万事小心。娘放心，儿子不是第一次去北境了，如今边境还算平稳，此去更多是驻防整顿，我会定期写信回来。年纪大了，熬不住夜，我先回房歇息了，你们也早些歇着吧。别整理了，这些让这下人做就好。我想亲自做这件软甲。我让绣娘在关键处多衬了一层天蚕丝，寻常剑士应该能挡一挡。还有这些护腕、护膝都加了绒。傻玉簪，我会完好无损的回来，我答应你。这是我今日去大昭寺求的，住持大师亲自开过光，你贴身带着，这个也带着，贴身藏好，以防万一。好，都听你的，今夜不说离别。路上了，这个你拿着，还有这个，里面是刚蒸好的肉包子，还热着，路上垫垫。照顾好自己，照顾好娘，等我回来。一路平安。给我开拔！我的儿啊！娘，将军会平安的，我们等他回家。夫人，您午膳就没用多少，喝点汤吧。将军这才刚走，我没事，只是觉得这屋子忽然就冷清了。夫人，下逐，明日开始，府中诸事照旧，但开销用度要更仔细些。将军在外，府中不能出任何纰漏。还有祭祠堂那边，以后每月初8我亲自去一趟，多带些米粮药材。将军不在，我们更要行善积福，保佑他平安。是夫人。
将军，那是王参长的部下。自您回京后，军纪似有松弛。传令，全军将校明日辰时中军帐集合。本将军要重新审讲军纪，核查兵员粮饷，若有吃空饷、懈训练者，军法从事。是。将军，京城800里加急密信。近日有御上上奏，认为当年沈太医获罪一案或有隐情，请求重查。萧将军暗中留意北境是否有人与当年沈太医案涉及的边贸旧事有所牵连。沈家旧案，玉簪，派人暗中查访，尤其是与关外鞑靼等部有药材往来的商队、边军旧人，要格外仔细。记住，隐秘进行。明白。边关韩仲，望君真赦，家中一切安好，勿念。妾身每日于佛前祈求，唯愿君平安顺累，纸短情长，不尽依依。玉簪无期，见字如晤。北境已至，诸事初定，勿念。此地古寒，然将士用命，民心可用。母亲处代我问安。你独自持家辛苦，沈家旧事已有眉目，我必查清，还岳父清白，珍重自身，待我归期。沈念如，梦中常见。别惊动太大，许是昨夜着了凉。玉簪，你这个月的月事是不是迟了？恭喜老夫人，夫人这是喜脉，脉象流利圆滑，如珠走盘，已近2月。只是夫人思虑稍重，气血略虚，需好生静养安胎，切不可劳心伤神。祖宗保佑了，祖宗保佑啊！孩子，这是天大的喜事，但阿冕远在北境，京城如今看似平静，暗地里未必没有盯着我们府的眼睛。你这身子头3个月最是要紧。娘，我明白，此事暂时不宜宣扬。将军在北境不宜为家事分心，府中上下除了夏竹和李大夫等必要知晓的人，需严令保密。正是此理，对外只说你近日劳累，需静养。府中一切采买用度，我会让老管家亲自过手，饮食更需万分小心。从今日起，你安心在院里养着，万事有我。谢谢娘，只是祭器堂那边，我每月还是想去一次。不行，路途颠簸，人多眼杂，太危险。娘，正因人多眼杂，若我突然不去，反惹猜疑，我会格外小心，多带护卫，绝不劳累。一来是为将军和孩子积福，二来也是做给外人看，一切如常。罢了，娘依你，但你务必万事小心，多带护卫，绝不能累着自己，听到没有？夫君安好，北地春寒教孝，万望珍重。妾身与母亲一切安好，府中诸事顺累，勿念。掌柜的，收干货，老山参上等雪莲，有路子吗？客官，上好山参可遇不可求，价钱嘛，价钱好说，最好是年份久些的，药效足。有倒是有，不过货主脾气怪，只跟熟客交易。客官若真有诚意，3日后镇外10里坡土地庙子时出客，带上这个。钱带足了。货呢？听说7、8年前，这边药材生意红火，尤其是一种叫冰魄草的稀罕物，专治寒毒重症，价比黄金。不知现在可还能寻到？什么冰魄草？没听过。生意做完，告辞。且慢，兄台这手腕伤看着眼熟，莫非也是行伍出身？你到底是什么人？萧冕派来的？是又如何？你们私贩禁药，勾结外邦，又是什么人？发信号，撤！分头走，老地方汇合。走！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手腕旧疤，军中搏杀术，知晓冰魄草，听到我的名号反应激烈，还有接应的骑兵。你怀疑他们是当年沈太医案可能牵涉的，留在北境的某些旧部？是，将军。对方反应如此之大，甚至不惜暴露隐藏力量也要灭口，说明冰魄草和沈太医案确实触及了他们要害，而且他们显然知道将军您在查此事。玉簪的父亲沈太医，当年就是因为一张含有冰魄草的方子，被控谋害贵人。陈峰，秘密查访7、8年前北境各军药材交易的旧档，尤其是可能接触过冰魄草或与之相关药材的人员名单，重点查那些后来因伤因故退役或调离，却仍留在北境附近的人。明白，只是动静若太大，恐打草惊蛇。明面上继续整顿军纪，核查粮饷，此事暗中进行。赵奎，原镇北军前营要役，8年前因疏忽致一批贵重药材损毁被革职。实际上，你暗中勾结关外部落，倒卖军中管制药材，尤其是冰魄草。沈太医当年那张惹祸的方子，所需的那位关键冰魄草，就是你提供的吧？将军明鉴，小的当年只是贪财，倒卖了些普通药材。沈太医的案子与小的无关。无关。这封信是你当年写给关外接头人的密信残片，提到京城贵人需冰魄草急用，药性务必致寒，可混入寻常寒水时中难以察觉。而当年指认沈太医方子有问题的贵人府中管事，恰好在你被革职前收受过你的贿赂。这是你当年同伙现已招认，是你指使他将特制的冰魄草混入送往太医院的药材中，并设法让沈太医拿到。指使你的京城贵人是谁？是当年与二皇子母族关联密切、现已倒台的李侍郎，还是另有其人？说出来，或许可免株连家人。我说是宫里的一位公公传的话，具体是哪位贵人，小的真不知道。听说那位贵人与当时炙手可热的某位皇子有关，想用沈太医顶罪，掩盖另一位真正贵人的用药失误。没想到沈太医竟是蒙此其愿，此事朕会给你，也给沈家一个交代。你此番做得很好，至于背后涉及的，朕自会处置。妻女沈氏忠贞贤良，朕会下旨褒奖，为其父证明。臣代王月及内子叩谢陛下天恩，只是内子如今身怀6甲，臣恳请陛下容臣在京多留些时日，待她生产后再返北境。准了，北境军务朕会暂交副将代理，你安心在京陪伴夫人，待孩子满月再赴任不迟。谢陛下。玉簪，你父亲的冤屈今日终于得以洗煞。女人生孩子都是这样，你别添乱。玉簪身子养得好，定会平安。恭喜将军，恭喜老夫人，夫人生了，是一位小公子，母子平安。将军，你看我们的孩子。玉簪，辛苦你了，谢谢你。小家有后了，祖宗保佑。玉簪，你父亲的冤案已彻底平反，陛下下旨追复官职，后加抚恤。爹，您终于可以安息了。将军，谢谢你为我爹做的一切。傻瓜，你我夫妻何须言谢？这是你应得的公道。以后我们的孩子可以堂堂正正地祭奠他的外祖父，知道他是一位蒙冤受屈却医术人心的好大夫。我们给他取名就叫沈安，小名宁儿，好不好？愿他一生平安宁静，也愿父亲泉下安宁。好，都听你的。沈安，萧沈安。殿下，宫里传来消息，沈太医的案子，陛下已经下旨平反了。萧将军夫人生子，陛下和皇后都赐下厚赏。还有，谢赫轩在流放路上染了恶病，没了。没了，倒是便宜他了。沈玉簪，他赢了，赢得彻彻底底。本宫争了一辈子，抢了一辈子，到头来竟输给了一个当初看都不愿多看的婢女。陛下前日召见，说已为我择定驸马，是江南清贵文臣之后，人品端方，只是没什么权势，让我准备准备，年内完婚，婚后便去江南封地罢了。江南也好，至少天高地阔。小少爷，快看，爹爹和娘亲都在呢。北京那边传来消息，整顿已见成效，边境安宁。陛下允我再留2月，待宁儿100日后再赴任。这次，我想带你和宁儿还有母亲一起去北京。
真的，我们可以同去。边关条件虽苦，但如今局势稳定，腹地也宽敞，我们一家人不必再分离。只是要辛苦你和母亲，还有宁儿。不辛苦，一家人在一起，哪里都是家。母亲，您说呢？去，都去。我这把老骨头也去看看我儿子守卫的大好河山，看看边关的月亮是不是比京城的远。这位是防风，北境秋冬用它煮水，可驱风寒。好小子！爹爹，娘亲，看，星星。那是北极星，永远指着北方。就像爹爹，永远守着我们的家，守着这片土地，也守着你，守着宁儿。此生有你，有宁儿，有这需要守卫的河山，足矣。愿岁月长流，此生静好。